为什么晒了才算捐是个陷阱？从诚意的沉默公益说起。我先问一个问题，一个人连续6年每逢大灾都掏钱，而且几乎次次顶格，却从来不发微博说一句我捐了，在很多国家这叫低调，叫体面，甚至叫教养，可是搁咱们这儿，他反而要被人追着问一句，你到底捐没捐？证明呢？晒出来啊！你有没有觉得这个逻辑本身就哪儿不太对劲？今天这期咱们不聊八卦，今天想聊一个更大的东西，逼捐文化。其实想想这事儿挺值得掰扯的。我会拿诚意当例子，但我先说清楚哈，我不是来做表扬稿的，我是拿它当一个相对干净的样本来解剖一个现象。你听完整再判断。好，那么问题来了，这套晒了才算捐的逻辑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？咱们一层一层剥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，大众平时看到的公益长什么样？热搜、捐款排行榜，谁谁谁第一时间发声了，谁谁谁塌房了，连个屁都不放，对吧？你刷到的永远是这些。公益在很多人眼里已经变成了一场，怎么说呢？一场公开的要打分的考试。而在这套评分体系里，有一类人是天然吃亏的，就是那种默默做完不吭声的人。我给你摆点公开的信息啊，这个数据我是查过的，但凭报道说你们比我懂得多，有出入评论区指正。2021年河南水灾，捐；2022年家乡晨曦洪灾，捐；2023年甘肃地震，捐；2025年西藏地震，香港火灾，捐。到2026年7月广西洪涝，又是100万。往前还有晨曦骑橙助农，自掏腰包买橙子送剧组，村 BA 站台带货，这不是一次性的，这是10几年的一种习惯。关键在于什么？关键在于这里头很大一部分是匿名的，是仅粉丝可见的，是没买热搜的。你发现没有？他做了，但他不想。而在晒了才算捐的逻辑下，不想约等于没做。第二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。那为什么会变成不晒就等于没捐？翻译成人话就是流量逻辑倒灌进了公益。你想想看啊，这些年整个行业是什么打法？做一件小事，买10条通稿，捐个几万块，能给你包装成感动中国。真金白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被看见。热度就是 KPI， 晒证书就是交作业。于是慢慢的，大家的脑子被训练成了一个反射，谁声音大，谁就是好人，谁安静，谁就有问题。合着，做事的标准不是你做没做，而是你嚷没嚷。那诚意这种匿名，仅粉丝可见，不买热搜的做法，在这套体系里就特别吃亏，他把最能换流量的部分主动扔了。这里我得说一句公道话，有人会解读成他不会营销，但你换个角度看，一个能上热搜的人，一个手里有资源、有团队，随时能把善举变成公关战役的人，他选择不这么干，这不是不会，这是不愿。这2个字分量完全不一样。打个比方哈，有的人做公益，像追涨杀跌的短线，哪有热度往哪冲，图个及时反馈，而这种长期的闷声的投入，更像一只长期价值股，它不给你天天报喜，可你回头一看，它一直在。行，现在到最硬的一层了。逼捐文化真正的病根在哪儿？在于他偷偷把一个词换掉了，他把善意换成了义务。你捐本来是善意，善意是什么？是我愿意，我多做一点是情分，我不做也不欠你的。可逼捐文化把它变成了义务，你有钱你就得捐，你是公众人物你就必须捐，你捐了还得按我要求的方式晒出来给我审核，这就荒诞了。所以我自己想送大家一句话，不是谁说的名言啊，就是我的看法，捐款是善意，不是义务。我先把反方的声音摆一下啊，不是我的观点，你听完整。有人说名人挣那么多，捐点怎么了？催一催有什么错？还有人质疑，你不晒，谁知道你真捐了假捐了？这话听着好像有点道理，但你顺着它往下想一步就崩了。
按这个逻辑，一个真诚地悄悄地把钱捐出去的人，因为他没晒，反而要被当成可疑对象来审判，而一个高调地捐了一点点，买满通稿的人，反倒名利双收。这不就是真诚的人被惩罚，表演的人被奖励？一个把好人往沉默里逼，把作秀往台前推的机制，它本身才是有病的那个。说到这个，我得补一句，他家乡那个助农其成，还遭过有组织的恶意退款。等一下，我差点记成去年的事，不对，查一下，是2026年4月的事。批量下单等商家发货，有了物流信息，再集中申请退款，农户差点血本无归，律师都说这可能涉嫌寻衅滋事了。你看，一个人明明在踏踏实实帮乡亲卖货，还有人专门跑来搞破坏。这种恶意反而从侧面说明了一件事，他图的真不是名和利，不然犯不着接这种费力不讨好，还容易被人黑的活儿。所以你看，把矛头对准他捐了没晒的人，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。真正该被拷问的是那套逼着所有人表演善良的文化。第4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那沉默公益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最近越想越觉得有意思，它其实是一种反营销。你把公关那一套全撤掉，不上热搜，不买通稿，甚至连名字都不留，剩下的是什么？剩下的只有事情本身，这反而成了最硬的信用。因为在一个人人都在表演的场子里，那个不表演的人信誉是最高的，而且这种气质是会往下传的。诚意的粉丝群体做公益也是这个路子，跟着捐。广西这次多平台筹了60多万，但你注意到没有，他们没去抢热搜，反而主动把公共资源，把热度让给救灾消息本身。这个细节我当时看到愣了一下，因为饭圈这些年被吐槽最多的就是什么都要吹，什么都要抢热度。可这有一波人做了好事，却主动往后退一步，把舞台让给灾情，这在饭圈里说实话挺罕见的。我承认哈，我对诚意是有偏爱的，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。但我追他不是因为盲目，是因为我看到了一些别人容易忽略的东西。这次这个判断，我可以拍胸脯说是公平的。一个人和他带出来的一群人，能在灾害面前选择把光让给该被照亮的地方，这条路走得很稳。火候刚刚好。最后我想说点私人的。做这期之前，我对艺人公益的理解其实只有一半。我早年也干过一件不太光彩的事，就是看到某个艺人没在第一时间发声，心里会咯噔一下，想怎么不见他表个态。你看，我当时也被那套逻辑绑架了，我也曾经是那个下意识催捐的人。是做完这期，我才真正想明白，想的人未必真在做事，做事的人常常不想。这句也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一句话，你们品品，做事的不想，想的未必做事。懂的人会懂，时间会证明。